说到严嵩，朕也不比你更了解他。你想开脱他，朕也想开脱他，但真正能开脱的只有他自己。你现在就带着这些账，连夜去见严嵩。不要说是朕让你去的，也不要说已经见过朕了，就说是奉朕的密旨，来陈奏东南抗倭的事，顺便把你在浙江查出的这些账送给他看。皇上，君不密，则是臣；臣不密，则是身。微臣宁愿以坦荡面对君父，面对内阁。皇上命臣这么做，为的什么？臣恳请明示。朕让你这样做，就是为了不失臣。叫你这样做，就为了看一看朕还有你，是不是都看错了人？今年3月，臣进京的时候，曾经去拜见过严阁老，便被拒之门外。臣这个时候一夜求见，他也不会见臣。上次他不见你的事，朕知道。那不是他不见你，是严世蕃不让你见他。现在朕已经叫严嵩让严世蕃搬出去了，你这次去，能见到他。胡大人，皇上这一片苦心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臣遵旨。胡大人，公公，我送你一句话：相信皇上，相信阁老，自己不要拿主意。下官谨谢公公教诲。哎，请吧。主子，子时了，该歇着了。胡宗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奴婢只好打个比方，不一定恰当。说。依奴婢看，她就像个媳妇儿。怎么说？上面有公婆要孝顺，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，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。哎，辛苦命，两头不讨好。像东墙修好了，西墙又倒了，现在就是换了严嵩，别人也未必能当好这个家。但愿有些事，严嵩是被人家瞒了。如果连胡宗宪这样的人现在也不愿严嵩倒了，就说明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关口是要弄清楚严世蕃他们到底瞒着严嵩还干了些什么，不查出铁证，还真不好动他们。沈一时的账上记着，20年一共给宫里送了210万匹丝绸，这些丝绸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真宫局、金茂局上一见的那些奴婢，是不是也有贪墨？也要给朕查？回主子，奴婢已经布置人在查了。
主子，都子牌时分了，该歇着了。卯时还要见严嵩呢。要歇你去歇着去，朕就坐在这里等他们来。授叶湖宗宪，拜见阁老。入朕吗？回阁老，是弟子。来了好，来了就好啊。吃饭了吗？现在做也来不及了。去，把晚饭剩的热热端上来，快快。是。入朕，你今年也有56了吧？弟子今年岁迟56，头发也白了。是啊，就这几年，白了有70%。白头师弟见一面也难了。恩师，3月进京的时候，弟子曾经来过。不要说了，师范不让你进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世上啊，有时候弟子比儿子还好。你这一次是奉密旨进京的吧？是，皇上要过问东南抗倭的战事。东南半壁都在你的肩上呢。听说打得很好，打得也很难吧？这是弟子能干的最后一件大事了。再难，也要把倭寇平定下去。不能这样想。你是我用的人当中最能担当大任的。朝廷用你一天，就要干好一天。有一事，你要如实告诉我。恩师请问。你去应天向赵贞吉借粮食，他是怎么借你的？是你一去了，他愿意借你，还是你动用了军令，他没有办法才借的你？回恩师的话，不管怎么说，赵贞吉还是把南直隶的粮食借给了浙江，个人都管着一个省，他也有难处啊。什么难处？是不是上面给他打招呼，不让他借粮给浙江？恩师，弟子但知实心办事，没有根据的事情，弟子可不敢妄加猜测呀。淑珍，你现在真是会当媳妇两头瞒呐。其实我也只是个媳妇，比你长1辈罢了。很多事情我也想瞒，可是瞒来瞒去，还是把自己给瞒了。媳妇难当啊。只有我们师弟深知其苦，可却有那么些人，他还非要争着当这个媳妇。徐阶，非要争着当我这个媳妇；这个赵贞吉，非要争着当你这个媳妇。让他们争吧，到时候我会让给他们。如真。平定了倭寇，你也让了吧？
这箱子是你带来的？是。20年了，如真，我什么时候要过你的东西？每次进京我都给你打招呼，不要给我带东西。我用你，根本没想这个心思。我是为国用先呐。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啊！他们都说我严嵩就凭着写一首好青词奉迎皇上。真这样，这内阁首辅的位子，我能坐20年？两京13省，战乱灾荒，官场争斗。这哪一件事情是能靠写青词平息下去的？靠的就是有你这样的人在底下撑着呢。如真，用人各有不同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是以国事待你，对你我要全始全终。你走的时候，把箱子带出去。这2项东西不是礼物，是什么？是账册。是抄沈一时的账册？是。抄出了多少财产？脂肪25座，可制丝绸10960匹，库存丝绸100匹。现银1万余两。恩师，这也不是意外中事，您不要太着急了。国事不敢问了。东南抗倭，西北遇鞑靼，东北遇土蛮。还有几个省的灾荒，都指望着沈一时的家财。怎么会只有这些？沈一时的钱是被人贪了，要彻查。这2项是全部的账目。是这2口木箱？是。哎呀，如真，你怎么能够把这些账册抬到我这儿来呢？这里面牵扯到织造局，这些账册除了皇上谁也不能看。你好糊涂啊！是。在上面朝里兵部做过尚书，在下面做过巡抚总督，怎么连这个都想不明白？你现在就把账册抬走，在朝房等着，一早就抬到宫里去。恩师，如果这账册里牵扯到小阁老，这个账是替我父亲打的，和朝里其他的人怎么办？那他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阁老，弟子
先走了，将这2箱账册立刻送到宫里去。如真，你今天晚上这件事做得犯了大忌。到了宫里头，不要说来过我这儿。皇上也能瞒？只有瞒。如果皇上知道了，我没有看账册，受不到责怪。关键是你呀，你把这些账册先送给我看，这犯了大忌。淑珍，我81了，死了没多大关系。东南的大局可不能够没有你呀！听我的吧，到了宫里，千万不要说到我这儿来过。京师到处是锦衣卫和东厂的人，弟子来府上，他们可能都知道了。担罪就担罪，绝不能连累恩师。糊涂啊！不管谁说你来我这儿，我不认账就是。有事我担着。我听恩师的。我走了。走吧，从后门出去，啊。阁老，您慢点走啊。哎，昨天晚上您没睡好吧？您看您的眼睛都是红的。哎，睡不好了。伺候皇上一天，算一天吧。微臣叩见皇上。不用行礼了。福阁老坐下。是。严阁老，微臣在。这是胡宗宪从浙江带回的2口箱子。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回皇上，不知道。胡宗宪，微臣在。知道牌位上为什么要供着天地军琴师吗？天父制，地在制。君上父母师长，恩任养育教导制。还有一句，那就是呵护制。臣子、儿子、弟子，君上父母师长都是呵护的。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做护犊子，但不是什么犊子都护。朕其实也是个护犊子的人，但不是什么犊子都护。要护就护像胡宗宪这样的犊子。胡宗宪，告诉你的恩师，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
这箱子里装的是抄没沈一石家财的账册。之人，都应立刻拿办。所贪墨之财要严加追缴。20年的账了，追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。现在需要立刻拿办的几个人是郑必昌、何茂才，他们可都是严世蕃举荐的人。捉将严世蕃立刻革职，以便拿办郑必昌、何茂才。吕方，奴婢在。这些账册里直接牵涉到严世蕃没有？账册里没有牵涉到严世蕃，那就没有理由革严世蕃的职。叫他退出内阁，工部侍郎还是让他兼。严世蕃退出内阁，其他的人朕也不护短。高拱、张居正也退出去。内阁的班子要调一调。首辅还是严阁老，实事让徐杰去干。把李春芳跟陈义勤补进来。朕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没有？臣听见了。那就立刻拟旨。奴婢这就拟旨。严阁老，微臣在。拟完了旨，你跟吕方先叫上徐杰到内阁去。这个旨意叫徐杰去宣布，记住了。先叫那几个人看看腾露出来的烂账，看完了账再宣布旨意。然后商议一个人选，到浙江去担任巡抚，立即拿办郑必昌、何茂才，追缴沈一石被贪没的财产。臣领旨。胡宗宪，微臣在。东南战事吃紧，再辛苦，你今天也要赶回去。倭寇在今年一定要平喽。需要多少军用，就向朕要。朕就是砸锅卖铁都会给你。浙江的案子你也要过问，哪些该查，哪些不该查，怎么查，你把着点儿。臣这就回浙江，一切遵皇上的圣意办。畜生，贪墨误国，这些个畜生，把我们都害了。东楼兄，这是内阁会议，注意礼态。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，礼态还有什么用？那照东楼兄的意思该怎么办呢？追赃拿人，立刻把郑必昌、何茂才他们给抓了。怎么抓？派谁去抓？
爹，吕公公，我举荐罗龙文或叶茂卿接任浙江巡抚，去办这个案子。我如果没有记错，郑必昌当初就是罗龙文推荐的，何茂才是叶茂卿推荐的。东老兄，你觉得派这2个人接任浙江巡抚，能查好这个案子吗？许阁老师明镜，国事被这些人贻误至此，我们今天还要贻误再误吗？我提议，让谭伦署理浙江巡抚，查办此案。郑必昌就是郑必昌，何茂才就是何茂才。你要是追究是谁推荐的话，那他们还是皇上下旨任命的官员，难道连皇上你也要追究吗？住嘴！吕公公，请许阁老宣旨吧。严世蕃、高拱、张居正，跪听旨意。内阁掌国家中枢，上承朕意，下领百官，九州国运，益照民生。其任该何等临渊履薄，方不负社稷之托。乃有阁员严世蕃、高拱、张居正议政处事屡屡浮躁，且互相攻讦，贻误国事。朕听纳严嵩、徐阶谏言，着将严世蕃、高拱、张居正除去内阁阁员之职，各回本部仍任原职。内阁仍由严嵩掌书，徐阶实领其事。另调李春芳、陈以勤入阁，补任阁员，钦此。高拱、张居正、严世还以为你们2位赏了紫禁城乘坐2人台舆呢，原来也还是步行啊！人生2腿，都是用来步行的。
难道小阁老的腿离开了马，连路都不会走了吗？高肃清，少小离家老大回。你要真是个愿意走路的，今天就该明白，你可以走了。你要是还想赖着等着内阁首辅那把椅子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徐阶都还没坐上呢。就算他老徐坐上了这椅子，也不会传给你。他江南还有个学生赵贞吉在等着，你的身边，他也还有个学生张居正在等着。我没有什么当首辅的爹，我也从来没有想当首辅。张神童，你从小就读了很多书，应该知道三国时还有个神童孔北海的典故。小时了了，大未必然。小阁老是想说张某少时能读书，大了未必能成器士吧？聪明。如果只是不成器，倒是孔融的福分，只怕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招来杀身之祸。孔融是被曹操杀的，但不知我大明，谁又是曹操呢？自古来杀那些自作聪明的人，恐怕不只是曹操。太史公有言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若能为国捐躯，我张某坦然受之。你也敢跟我驰谈为国？国库空虚，我们想方设法弥补亏空，你们却釜底抽薪。你们几时想过国？几时想过我大明朝？我倒要听听，小阁老，你们是如何为我大明朝弥补亏空？我们又怎么釜底抽薪呢？请赐教。户部、兵部、工部，还有宫里，都在等着钱用。年初议事的时候，你也是伸手要钱的一个。我们好不容易跟西洋商人谈成了50万匹丝绸的生意，你们却派了2个不要命的去阻挡。章太岳，你摸着胸口想想，拿人家当枪使，只为了攻打我们，那些理学心学，你和你的老师都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小阁老这话说的不在理吧？马宁远被诛，你们举荐高汉文去；常伯熙、张之良被诛，誉王举荐了海瑞和王用吉前去，这都是为了推行国策。要说海瑞、王用吉被我们当枪使，那高汉文可是小阁老你举荐去的，他为什么也反对你那套改道为桑呢？还有胡宗宪，东南一柱，国之干城，是严阁老引以为心腹的人，他一开始就反对你那套方略，难道他们也是我们使出的枪吗？好，我们举荐的人现在被抓了，你们举荐的人却还在那里兴风作浪。今天又弄了个赵贞吉到浙江去，抓了郑必昌、何茂才，无非是想去撤胡宗宪的肘。剿吧，剿吧，你们就剿吧！剿得胡宗宪前方打仗没了军需，吃了败仗，搅得东南大乱，把大明朝亡了。老子无非陪着你们一起玩命就是。就在北京发生了巨大的政局变动之时，东南抗倭的战局处于僵持之中。海瑞将1000多名自愿投军的义民送到了戚继光的军营，赶回了淳安。哟，
唐尊回来了，嘿嘿，小的给唐尊见礼。唐尊您一路辛苦了。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买了点国镜，想孝敬孝敬太夫人。谁想到他老人家他……告诉你2条，记住了，并转告衙门里的工人：第一，以后任何人不许给我家人送东西；第二，哎呀，小的真是混蛋，我没别的心思，我就是想……好了，现在知道就好，好好回去当差吧。是，那小的先告退了。打你！哦，阿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打他！嗯。小小年纪，又是女孩，不要学着大人，啊！阿爹，坐。好。阿南，闻闻香吗？去吧。儿子拜见阿母。回来了。是。陆贤啊，刚才你们衙门来人送什么礼，让我给赶回去了。阿母不要生气，儿子跟他们已经说清楚了，他们不会再来了。累了吧？先吃点东西。孩儿在路上已经吃过了。哦，你媳妇已经给我洗过了，不用了。郎中说过，母亲的脚多洗有好处。还是歇着吧。来吧，阿母坐。哎，你说的那个李太医走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好多患病的灾民啊，吃了他的药之后啊，都好了。还有10几个病人，等他们好了以后，儿子就送他回去。你和你媳妇不请他开个药方了？儿子这几天忙公务。遵阿母的命，儿子今天就带着儿媳去请他诊脉处方。请他到这里来，我想亲眼看看。怎么，有什么事要瞒着我？阿母，儿子有一句话，实在是不好说。说吧。李太医这个人啊，脾气太大，怕他冲撞了母亲。你干脆说我的脾气太大，怕我冲撞了他。儿子可没有这个意思。卖东西的时候，买主最大；看病的时候，郎中最大。这个理，阿母还是懂的。请他来，我不会得罪他。李先生辛苦了啊！这一路上我都听说了，几百病人，好多都能下田做事了。李先生功德无量。刚从军营回来啊？是，见过了家母，这就过来了。前方的战事如何？前方还在等待后援，暂时没有战事。你回来就好了。这10几个病人都无大碍了，给你看看那个病，我也要赶回去了。我的事倒无关紧要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望厉先生见谅。你叫我给太夫人看看病？正是此请。好，那我就在你这里多住2天。走吧。厉先生，有2句话实在是不好启齿。说吧。家母有个习惯，谁进她的屋子都要脱了鞋。还有呢？家母脾性有些刚烈。
还有吗？请先生多多包涵。晚辈李时珍拜见海太傅。快请起，汝贤，汝贤，快请扶起来。李先生，请起。好，这位就是李太医吧？阿木，李先生不喜欢人家叫他太医，那该叫什么？太夫人叫我李时珍就是。是太医就是太医，我还是叫李太医吧。阿木，李先生为了劝谏皇上不要相信方士，得罪了太医院那些人，这才辞去了太医的职位。李先生不喜欢人家称他做太医，辞去了职位，毕竟是当过太医嘛。啊，刚峰兄，算了，旁人不能叫，太夫人要叫，那就叫吧。谢李先生体谅。请。请李先生给家母诊脉。好。汝贤，李太医是给你和你媳妇看病的，给我诊什么脉呀？您坐下吧。不用。阿母，您的脚啊，在大寒天啊都出汗怕热，这恐是啊肝火、心火一类的热症。有李先生诊一诊，儿子也好放心啊。出汗发热都70年了，要是病，不早死了。啊，太夫人是海南人吧？是。海南有句俗语，有雨无雨，挺龙王爷的，是不是啊？李太医还知道我们海南的俗语。阿爹。下面还有一句，请太夫人赐教。考我呢？莫考了，我听你的，来吧。太夫人说的是，这不是热症。听见没有？骗你多事。哎，请问先生，你刚才说的壁厢那句俗语，下句是什么？亏你是海南人，李太医都知道，你却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吧，免得以后别人笑话。俗话说，有雨无雨，听龙王爷的。有病无病，听郎中哥的。家母这个出汗怕热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天生万物，人为灵长，各有禀赋不同。而禀赋有的传自父母或祖父母。刚峰兄啊，你的外祖父母中准有一人也是这样，出汗发热，不畏寒冷。哎呀，李太医真是好见识啊！汝贤的外祖父就是个活体，寒冬腊月只穿一件单衣，赤着脚下田做事去，也不咳嗽，也不伤风。刚峰兄是否也如此啊？我比家母好些，但是寒天脚也出汗怕热。这就是了。在医里说，这叫做极阳之体，多由于历代劳作，家贫无医邪御寒，传之数代，体内便阳气积盛，阴气消退，渐成抗寒之体。行之于体，双脚尤甚，因脚为百脉所会之处，热阳遍流全体，终归于脚。太夫人，刚峰兄，如果说这是病的话，谁得了这个病，
真是大有福气呀！哎呀，李太医真是个名医呀！若贤，听见没有？我没有病，你也没有病，这是祖上的福德。谢李先生解疑啊！阿南，赶快叫你阿母来。知道了。李太医有这般手段，若贤和他媳妇给我添孙子的事儿，全靠你了。不能靠我，这要靠他们自己呀！阿婆，阿婆，阿母来了。搬个凳子过来吧。慢着，若贤，也该教教你媳妇了。见了李太医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客人还以为我们海家没有规矩呢。见过李先生。哦，嫂夫人。可也不能委屈了妻子。我和你是同样的病，我7岁丧夫，家母性情也是这样。我知道你为什么生不了儿子了，教你一个方子，晚上回到房间，把妻子好好哄哄，不用吃什么药。一准能生儿子。据史料记载，海瑞自幼时到婚后，几乎夜夜侍母，同居一室。年过40，仍卧于母榻之侧，无分深夜拂晓，事后茶水便溺。遇其母偶有不适，常坐视天明。请刚峰兄、嫂夫人，你们抬起眼睛。阿婆，哎，阿婆。你们2位怎么回事啊？望闻问切，你们连眼睛都不抬起来，我怎么给你们看病啊？不是要你们看着我，是要你们看着对方的眼睛。不看了。哎，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夫妇。连对方的眼睛都不敢看，你们生不了儿子，是哪个一家都没法子的事。我说你们海氏一门到底还要不要子嗣啊？李太医，请息怒。自己的丈夫又是明媒正娶，当着外人的面连看都不看一眼，你是何意嘛？是儿媳错了，婆母千万莫生气。哎呀，我生什么气？好不容易请了李太医来，诊病要紧。李太医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这个样子，我们海家怎么能有后？太夫人，
晚辈已经有处方了，只要他们听我的，我保太夫人2年以内准抱孙子。太医，那就快开方子吧。他们必须要听我的。哦，那是自然。来，刚峰兄，嫂夫人，我要你们把眼睛睁开，看着对方。看我干什么？李太医让你们相互看。好，就这么看着，不要把眼睛转开。下面，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，这是给李太医送来的。哎呀，唐尊放心，知道唐尊家里尊奉的是回教，这里只是一条鱼、一盘牛肉和一壶米酒。让你费心了。哎呀，李太医在我家里吃饭，自然该我请客。在我的俸禄里扣除吧，可记住了。你清廉我们都知道，可李太医是县里请来的，饭食理应衙门开销嘛。可李太医今天是在给我的家人看病，这顿饭在我俸禄里扣除，要记住。哎，田先生，我走了这几天，忘记问你了，令尊接回来了。几天前就接回来了。你媳妇对公公还好吗？哼，那是个贱人，依然摔杯子砸碗，北直把她打发回娘家去了。唉，哈哈，慢慢开导，啊。哎，唐尊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了，您去陪李太医吧。哎，有事就讲嘛。省里来人了，在后堂坐着呢，催我们县把今年桑苗产的第一茬生丝立刻送到省里去。那桑苗刚发芽就要催生丝，告诉他们，生丝没有。哎呦，瞒不过去了。怎么说？省里来的人啊，
正巧遇上几百个百姓把第一茬骚的生丝送到衙门来，送给李太医，说是要答谢李太医的救命之恩，被他们看见了。你先到后堂，我马上就来。哎，好。请等等，这是什么话啊？是他看病要紧，还是差事要紧？立刻叫他出来，请喝茶。来，请喝茶。什么差事？哦，海知县来了就好。胡部堂和戚将军在前方和倭寇打仗，你也知道。现在省里需立刻借送军饷过去，各县有粮的交粮，有钱的交钱。你们县是受灾县，省里的意思，让你们把第一茬生丝全部交上去，供织造局作坊织丝绸。这是公文，你自己看吧。哎，请喝茶。田先生，你也看一看。啊，你觉得省里面叫我们淳安县把生丝交上去，这件事做得到做不到？这个，哎呀，这桑苗刚发芽呀，哪有生丝啊？有没有生丝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海知县，这可是军国大事。我来的时候，郑大人、何大人亲口说了，5天，最多5天。你们得把第一批生丝接到江南织造局衙门的作坊里去。织造局的作坊？织造局衙门的哪个作坊？织造局衙门的作坊就是织造局衙门的作坊，还有什么哪个作坊？据我所知，江南织造局以往的丝绸，都是在沈一时的作坊织出来的。作坊已经被奉旨抄封了。但是这个公文让我们淳安县把生丝送到他那里去，难道说沈一时的作坊又奉旨解封了？啊，这件事正好要通告你们。巡抚衙门和布政使衙门正把沈一时的作坊作价卖给徽州的丝绸商，现在就等生丝上架。海大人，在下是递文书的，文书已经送到，借不借送自己看着办吧。在下还要去建德呢。告辞。恕不远送啊！唐孙，卑职要不要带些人下去收生丝啊？什么生丝？巡抚衙门和布政使衙门给的期限只有5天呐。把他压下来。压5天，这张公文就变成废纸了。这巡抚衙门的公文，怎么会成废纸呢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你现在出去到衙门外面，劝那些送生丝的百姓回去，你就跟他们说，他们的心情李太医都领了，但是生丝，李太医绝对不会收的。这……好了，去吧。沈一时的家抄封了，作坊却不能停。郑必昌、何茂才便一面派出大量人手到各县催缴生丝，一面请来了这些徽州织商，准备把沈一时的25座作坊
3000架织机分别作价卖给他们。这件事一旦谈成，前方打仗急需的军饷和今年50万匹卖给西洋的丝绸便都解决了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捉拿自己的新任巡抚赵贞吉和锦衣卫已在急赴杭州路上。几个时辰后，您是巡抚，我怎么能坐中间呢？